通常一個新嘅音響品牌要做到一鳴驚人呢，只係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做一部驚天地泣鬼神嘅產品出嚟啊！而嚟自新加坡嘅音響品牌 Live 咧，絕對係一個音響新丁啦。但係佢哋出咗部 Harmony DAC 呢一部解碼咧，就係品牌喺短短1年時間之內咧響朵啊！唔單止世界各地嘅 reviewer 咧對佢直豎拇指啊，連所有嘅用家咧都幾乎係瘋狂讚好啊！咁誇張，我覺得真係太過唔現實啦！而佢作為 R2R 嘅解碼咧，同價錢絕對有唔少對手嘅，而且 R2R 呢個解碼格式亦都唔係天下無敵啊！本身亦都有一啲先天嘅技術限制，而且呢類解碼俾我嘅黑板印象咧，有啲聲音特性，我個人其實唔係太中意嘅添，所以我好好奇想知道究竟佢係咩符 fit 可以做到咁嘅成績。Hello 咁多位大家好，我係國人，歡迎嚟到 vivasound.com。今集咧我就會同大家實試呢個 Live 嘅 Harmony DAC，會同大家分析佢嘅技術、拆機體用料同埋聽佢嘅聲音嘅。我覺得今條片咧，我絕對有信心揾到佢嘅強項，亦都會揾齊佢嘅不足啊！一開波起少少底先 ，Live 呢個音響品牌咧，2023年喺新加坡註冊成立啊，總部、營運部門、產品設計全部喺新加坡，產品零件採購、CNC 金屬加工同埋組裝工序咧喺中國內地進行啊。創辦人咧 Wen Fei Hoi 就曾經喺新加坡音響經銷商 Winshine Audio 度做嘅。Live 嘅產品主要係耳擴、解碼呢一類型嘅產品啦，咁當然佢亦都有擴音機嘅傳統音響產品。今次主要就係講翻佢哋廠方高階嘅解碼 Harmony DAC， 同步我會實試埋佢嘅 DDC Micro DDC 嘅精美嘅個包裝，呢個已經係說明書啦，即係基本上咧一目了然啊。保用卡呢個係咩嚟㗎？其實咧就係俾你擺喺張台度邊放釘墊俾你對位用嘅，呢個分鐘擺啱位，金屬釘墊啦。咁個底咧係有啲軟膠3粒。遙控器真係靚，全金屬製造，用呢個2032電啦。呢一盒就唔使俾講啦，呢一盒就係電源線同埋有塊抹機布嘅。主角出場啦，就係咁樣啦。部機嘅機底就係咁。呢度咧係有個電壓選擇嘅，就係新加坡設計，中國組裝。好，跟住就擺部機落去啦。好老實，因為部機唔係好重啊，所以有冇呢塊嘢咧都係咁落釘墊嘅啫，識水嘢嚟嘅啫。仲有個 DDC， 一開就係說明書。電源線啦，同埋主機，攞個主機出嚟啦。好，咁我開箱完畢，即刻同大家講個機背啊。I want you， 廣東歌，就算會有一點乾一罐的汽水，呼出嘆息快樂。好，咁睇睇機背啦嚇，右邊 IC 電源插啦。接地嘅接地端甩咗個針扒咧，就機殼飛地啊！跟住呢個咧就係數碼輸入啦 ，USB 俾你駁電腦啦 ，Toshiba 光纖 RCA 端子嘅 SPDIF 數碼同軸輸入啦，同埋 HDMI 端子嘅 I2S 嘅數碼輸入，兩組立體聲模擬輸出，單端平衡各一組，就係咁多。熄機就係咁啦，咁一下開，咁呢個機面咧設計相當之獨特啊！跟住呢度有個掣可以俾你轉動啦，同埋 Enter 啦。咁跟住咧就呢度有個 menu 掣啦。咁我哋開始可以睇睇有啲咩設定咯喎。係啦，咁亦都可以用遙控嘅。個遙控係好用㗎，不過撳落去咧就會有聲咯。好，第一個咧就係 non-oversampling 同埋 oversampling 啦。non-oversampling 咧啲聲音就純正啲 ，oversampling 咧動態就勁啲。好，跟住呢個咧就係 I2S 嘅模式選擇啦。所以知道咧 I2S 大家啲廠有唔同嘅標準，跟翻嗰個 pin size 先至可以有聲嘅。咁呢一部機咧其實都有好多個 pin size 俾你去揀嘅。咁入到去之後咧，呢度有 mode， 咁入去咧佢話埋俾你聽啲 pin size 係乜嘅。OK， 咁我咧對過啦，係 mode 5就對翻我個 Rockner 嘅，所以咧我就要 mode 5撳 enter。跟住 clock 究竟嗰個 clock signal 會唔會經埋 HDMI I2S 接收咧？咁另外畫面嘅取樣頻率顯示咧，如果你係用緊 non-oversampling 嘅話，咁就會見到佢輸入嘅取樣頻率啦。但係如果你係用 oversampling 嘅話咧，你就會見到佢聲頻嘅頻率㗎啦。做天黑變
點白晝，如珍惜拼命去擁抱所擁有。Harmony Deck 機殼咧係採用一塊過嘅航天鋁合金製造啊，外殼厚度有6mm 咁厚，而機身咧亦都劃分咗唔同嘅部分，降低機入邊嘅相互干擾啊。供電方面有一隻非常之大嘅環牛啦，係再加咗 Mil Metal 金屬罩屏蔽。咁機身尺寸咧就如圖所示，非常之細部啊。咁機身重量咧就係4.3公斤。機面板有3.83寸嘅單色 OLED 顯示屏啊，解像度320x132。所以主要就係顯示16bit 灰階嘅文字圖案啦，咁啊樣咧非常之靚，咁但係作為解碼咧，入邊嘅解碼線路先至係最重要嘅地方啦。解碼線路咧係採用平衡式分立 R2R 嘅架構啊，電阻網絡咧係由 Intel Cyclone FPGA 嘅晶片控制啊，電阻嘅誤差值係低至 0.05%。咁主時鐘系統咧係用 Crystal CCHD 957嘅精振器啦。機入邊嘅放大元件包括有使用 AudioNote Kaizen 嘅電容，同埋 Rubicon 嘅 ZLH 電容。另外要留意咧 ，R2R 嘅梯形電阻網絡咧喺物理架構上係基於電阻分壓原理運作嘅，係屬於針對 PCM 嘅數碼信號而設計。所以當解碼透過 USB 或者 I2S 接收 DSD 信號嗰陣時咧，係佢嘅同軸同光纖咧係唔接收 DSD 信號嘅。DSD 信號咧係會交俾主板上面嘅 FPGA 晶片負責處理啦。將1bit 信號實時升頻轉換到高取樣率嘅 PCM 信號，再進行解碼嘅。好，睇睇規格，立體聲模擬輸出增益，平衡輸出咧電壓係 4.15V， 阻抗係1200安，而單端嘅輸出電壓咧就係 2.07V， 阻抗咧係600安。輸出嘅增益咧係夠嘅，但係輸出阻抗咧就較近年一般嘅解碼高嘅。咁呢一點咧，轉頭同大家分析一下。總諧波失真係低至 0.0035%。聲音分隔度咧係大於 110dB， 信噪比大於 123dB， 動態範圍大於 110dB。以 R2R 嘅解碼呢個價位嚟講，數字相當之唔錯啦。其實解碼本身嘅輸入已經好齊備啦，點解仲要加個 DDC 呢？我試嘅呢款型號叫做 Micro DDC，DDC 即係 Digital Converter， 即係數碼入數碼出。喂，左手交右手嘅啫，有咩情況需要用佢呢？我哋睇睇部機先。咁啊，4組輸入啦，咁啊睇機背啊，呢個睇得唔係好清楚，我哋睇官方圖，4入1出，接駁就係咁簡單噶啦。輸入輸出界面嘅規格有幾多呢？咁啊，畫面上面就顯示晒啦。佢入邊已經有一個準程度以飛秒計算嘅時鐘噶啦，你亦都可以外置一個10 MHz 嘅時鐘，佢咧就會幫輸入嘅信號做一次 reclock， 即係俗稱洗水，再用做咗噪訊隔離嘅 HDMI I2S 嘅輸出嚟到接駁任何嘅解碼。咁當然最夾嘅就係夾翻佢同系嘅 Micro Deck， 當然夾翻我今次試嘅解碼亦都得，夾翻其他解碼都得，編下曬啱就得噶啦。咁 R2R 解碼咧，不嬲嗰個散熱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又睇睇呢兩部機，特別係解碼運作嗰陣時嘅溫度係點。佢絕對唔係最熱嗰部啦，你睇下其他機，哇！好，睇翻呢度啊，係啦，咁啊見到解碼中間嘅位咧就係26度度啦，而家室溫就係攝氏24.5度，最熱都係30度啊！呢部機完全唔熱啊。DDC 嘅中間溫度32度，兩部都唔熱。估唔到 R2R 通常咧嗰啲電阻都熱嘅，但係機殼又唔係真係好熱。咁而家錄音，咁錄呢個Live Harmony Deck 接駁方法咧就係Rooncore 啦 ，Rogner 嘅 WaveLight Server 用 USB 線接駁去到 DDC 度。點解用 USB 咧？因為佢嘅 USB 嘅接收嘅 spec 係最高嘅。DDC 做完信號處理之後咧，就會轉咗做 HDMI 界面嘅 I2S。咁然之後就傳送去到今次我實試嘅主角 Harmony Deck 嗰度啦。咁跟住咧，佢 Analog Out 就直接落到去 Reference 嘅合併式擴音機啦。Boda 866 Integrator 推喇叭咧就係 Magical 嘅 A3 啦。Work all night and I drink a rum. Put a spell on you. People
guess I got the Christmas. There's a limit to your care. 好，咁啊講一個聲啦。首先第一樣要講嘅就係呢一部機嘅聲音係一個好罕見嘅聲音。咩意思呢？一般 R2R 嘅解碼黑板印象啦，絕大部分都係聲音通清透明、聲場靚、定位靚、聲音活塞、動態都好嘅。但係聲音咧通常稍為薄少少，質感爭少少。喺呢一方面咧，一般嚟講啊，就唔夠 Delta Sigma 嘅解碼嚟嘅。但係呢部 Harmony DAC 100%保留晒 R2R 解碼應該要有嘅所有頭先嘅優點，但係佢嘅聲音音色咧係調得比較厚聲、比較潤澤嘅，聲尾比較長。不過要講不過啊，佢呢個音色調聲落手真係幾重，所以喺某啲系統上面聽可能又會用得滯喎。我建議用家一定要不厭其煩試一試開同埋刪佢嘅 oversampling， 用翻 oversampling 咧嗰個動態感又會好啲。因為 non-oversampling 嗰陣時咧，運算上高音咧會加個好 steep 嘅 low pass filter， 所以高音會再少啲。但係開定係唔開呢？自己試一試，因人而異嘅啫。好啦，咁賺咗好耐啦，有啲咩不足呢？每次我評測產品，我都會講少少產品嘅不足，因為呢個世界上冇完美嘅產品，呢件都唔會例外。希望各方明白。呢一個解碼頭先我介紹咗好耐，你有冇發覺有一個功能我係冇提過嘅呢？就係呢一個解碼係完全冇音量控制嘅。嗱，雖然我係欣賞佢咁樣做啊，但係冇音量控制呢，可能對於某啲用家嚟講，使用上係有少少不便嘅。另外頭先講過，佢嘅模擬輸出嘅阻抗係比起一般嘅解碼係稍為高啲嘅。咁你去夾配合併式擴音機嗰陣時呢，你就要留意啦。以呢個訊源輸出阻抗要比佢嘅接收方細起碼10倍嘅標準嚟到講呢，呢一部解碼嘅平衡端子接駁佢嘅裝置輸入阻抗最少呢都要有12K ohms。但係其實咧，今時今日嘅合併式擴音機或者後級，好少嘅輸入阻抗係咁低，通常係會高好多嘅，所以又唔需要太擔心嘅。好老實，近年解碼嘅市場真係爭崩頭啊！個個都話自己超高性價比啊，咁睇圖睇 spec 咧可能好勁嘅，但係真係駁嚟聽聲咧，好多解碼嘅聲音都係太過緊張，結像鏈到筷子咁幼，聽得耐咧耳仔好易攰。正如片頭我講過啦，某啲 R2R 解碼嘅聲音咧真係奀少少嘅。就會係偏向淨係適合播某一種類型嘅音樂，但係今次呢個解碼呢，佢係真係可以適合播好多種類型嘅音樂。佢以呢一個價位出到一個咁難得平衡嘅聲音，既有音色亦有音效嘅聲音，唔怪得知咁多用家對佢趨之若鶩啦。咁但係當然佢喺功能上都有佢不足嘅地方，不過個人睇法呢，都係好聲行先。咁如果你都係呢一類人，價位又啱嘅話，咁你識點做啦？實時嚟到呢度啦，有興趣嘅朋友咧，記得喺本片說明欄裏面睇睇呢一部機賣幾多錢，同埋邊度可以試聽買行貨啦。影片最後咧，我有一個唔拉更嘅問題想問大家，就係我想問下大家，我講嘢嘅速度對於你嚟講係太快、太慢定係啱啱好呢？因為我自己完全唔覺得自己快，但係有人話俾我聽我講得太快，我好想聽聽你嘅意見。